美国迎来了他的250岁生日。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的超级大国，没有之一。2026年了，即便校园枪击案平均每周都在发生，阿片类药物每年夺走超过5万条生命，但在各种混乱、枪支、社会动荡下，他依然孕育了像英伟达、SpaceX、OpenAI 这些正在改变人类文明伟大的科技公司。他明明已经站在了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但今天让政治家们百试百灵最管用的竞选口号，却是一句回望过去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句话刺破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他默认了一件事儿：有那么一个曾经，美国是对的，是好的，是值得回去的。而那个让几代美国人甚至全球移民都魂牵梦绕的曾经，叫做美国梦。所以，这个缺少传统文化底蕴的国家，到底靠什么底层凝聚力撑起了3.4亿人口和全球最庞大的经济体？大家好，我是小李，让我们跨越2个半世纪，来一起复盘这台名为美国梦的超级造富机器是如何让美国登顶世界第一，命运的钟摆是如何疯狂震荡，而这台机器的全速运转又是怎么把它的普通国民一步步甩下时代的列车的。关于这场梦的起点，其实一点都不浪漫。如果打碎教科书本里的理论滤镜，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是从一件特别朴素的事情开始的，就是搞钱。而美国梦就是这套搞钱逻辑给普通人开出的一张让你变有钱的承诺。在过去250年里，这个承诺被残酷地改写了4次，从给你一块地，剩下各凭本事，到镀金时代的造富神话与血汗工厂，再到一份薪水就能养活一家人的黄金年代，以及今天英伟达与 OpenAI们的赢家通吃。听懂的已经可以点个收藏吃灰了。听刺激的，咱们继续。这个承诺每被改写一次，就有一批人坐上增长的快车，而又有另一批人被无情的踹下车。而这一期的起点，我们要拨回1763年。那一年，大英帝国刚打完一场大仗，赢是赢了，国库也打空了，钱从哪补呢？英国回头一看，盯上了北美殖民地，我派兵保护了你们这么多年，是不是该交点保护费了？于是花样百出的税砸了下来，买张扑克牌，看张报纸都得贴税票。北美人当场就炸了，你在伦敦开会，凭啥让我在北美掏钱？英国这边也不退让，吵着吵着，两边直接拔枪开打。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巧的是，同一年，一个叫亚当·斯密的苏格兰人在欧洲出版了《国富论》，一个年轻的国家在战火里诞生，一套看穿资本的理论在同一年落地。而书中那句“商人天生就爱合谋抬价，坑害公众”，会在后面的250年里反复应验。3年后，没想到这帮人还真把大英帝国给打赢了。可仗打赢了，这个草台班子却发现新国家乱得快要散架了，各州各印各的钱，联邦政府连收税权都没有，底下还3天2头闹农民暴动，再这么乱下去，这个国家迟早完蛋。于是1787年，55个人钻进费城一间密室，关起门吵了整整4个月，憋出了一套治国方案，也就是美国宪法。可一路到具体怎么分权、怎么分利益，各州又立马翻脸了，结果也很荒诞。为了在国会多抢席位，黑人奴隶被折算成了3/5个人。而这个带血的数字，在80年后，美国国会需要用62万条人命来为此买单。到这里，政治框架是搭好了，可最致命的问题才刚冒头：这个国家的钱到底该怎么搞？这时候，2位建国大佬带着2条完全相反的路线登场了。一边是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他是加勒比来的私生子移民，没地没家族没根基，所以他要大政府，搞中央银行，立关税，打办制造业，方向盘必须死死攥在政府手里。而另一边是国务卿杰斐逊，他是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名下良田万顷，他要小政府，人人有地，自食其力，政府越少管越好。一个要强政府大资本，一个要小政府老百姓。这场争论也成了往后250年美国经济的模板。美利坚的命运从此就像一只钟摆，在这2边之间来回的疯狂震荡。命运的第一次摆动属于杰斐逊。汉密尔顿的大政府方案在国会死活推不动，直到有一天，他在总统府门口撞见了杰斐逊，俩人约了一顿饭。没想到一顿饭就把事儿办妥了。汉密尔顿拿到了他想要的国家信用和中央财政，杰斐逊也拿到了他想要的首都，搬到了离他基本盘更近的华盛顿。美国的金融命脉和政治中心就这样在餐桌上被安排明白了。
但真正改变美国命运的其实是之后的一次超级捡漏。1803年，拿破仑的法军在海地被黑人起义军打得全军覆没，急需现金回血。准备跟英国死磕的拿破仑决定把北美的领地大甩卖。当上总统的杰斐逊原本只打算花1000万美元买个新奥尔良港口，结果法国人直接塞给他一个全家桶，整个路易斯安那只要1500万美元哦，平均每一亩只要3美分，面积比英法德意西葡6国加起来还要大。那面对这泼天的富贵，杰斐逊当场懵了，正准备鸭嘴角，但是他发现翻遍宪法也没有哪条明确授权总统可以买外国领土。那按理说是不是得先修宪再签字？但问题是拿破仑不是电商平台，没有保价机制，今天想卖保不齐明天就反悔了，有便宜不占是那啥。杰斐逊心一横，直接下单了。这笔极具争议的操作让美国国土瞬间翻倍，而他也用一次冒险为美国买下了一张巨大的发展入场券——土地。那地有了，接下来就差人了。19世纪的欧洲，贫穷、战乱和绝望把一批又一批底层人扫向大西洋的彼岸。其中最惨的一波来自1845年的爱尔兰大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了活命，挤上死亡率极高的棺材船逃往美国。当这些难民在纽约上岸后，前面有2条路，要么留在东部，在工厂、码头和运河里出卖劳力，要么一路向西，越过山脉去驯服完全陌生的荒野。哪一条路都够普通人掉几层皮了，但第2条却闪烁着旧世界贵族永远不可能给你的东西，那是一块写着你名字的土地。1862年，林肯签署了宅地法，任何成年公民只要在西部的工地上耕种满5年，160英亩的土地白送你。要知道，在旧欧洲，土地是死死锁在贵族手里的特权，你的上限由出身决定，国王的儿子是国王，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但美国梦 1.0 最原始的诱惑就在这里，往西走去冒险，就用汗水换财产，出生不是终点，流动才是承诺。你来，给你地，剩下的各凭本事。当然了，命运的馈赠早就标好了价格。这张入场券的一面写着欧洲移民的改命神话，而背面则写着原住民的血泪丧权和奴隶制的疯狂扩张。美国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机会与代价的共同体，而这台轰鸣向前的增长机器从一开始就埋着一个致命的 bug： 新扩张的土地上准不准蓄奴？你还记得吗？黑人奴隶被折算成3/5个人，所以问题变成了美国每向西扩张一步，多出一个新州，国会席位怎么算？国家未来听谁的？彼时北方的操作系统已经是工业资本主义，它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工人拿工资，工资变消费，储蓄进银行，银行再贷款建厂。而南方的操作系统依然是种植园经济，它依赖大片土地，更依赖免费的被剥夺人身自由的奴隶。极其讽刺的是，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它的本意是想提高效率，减少人工，结果机器让处理棉花变得太快，太赚钱了。南方对奴隶的需求反而陷入疯狂。1790年，美国只有约70万名奴隶，到了1860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近400万。至此，美国梦彻底撕裂成了2个绝对无法兼容的版本。北方说，财富来自劳动和资本的自由积累；南方说，财富来自对土地和对他人的绝对占有。命运的闭环在此合拢。60年前，一场海地奴隶起义让美国捡漏了路易斯安那。60年后，正是为了争夺这片土地上的利益，美国爆发了人类工业化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旧系统将用62万条人命重启，而美国梦马上也要迎来它最爆裂也最疯狂的2.0版本——镀金时代。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4年死伤62万人，这是这台增长机器最昂贵的一次系统升级。北方赢了，自由劳动成了这片大陆唯一的操作系统。林肯不仅是自由的解放者，他更是一个彻底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他用宅地法让联邦政府拥有了土地分配权，用统一的绿币取代了各州的烂纸币，用战争名义强行拉动了铁路与工业。那一刻的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政府。但问题是，当内战硝烟散去，林肯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大市场，然后联邦政府在这个节点上做出了一个影响此后100年的选择：功成身退，全面退场。政府用战争打碎的旧壁垒造好了所有轨道，然后在那一刻把操纵杆扔给了洛克菲勒、卡内基和 J.P. Morgan。
钟摆从内战时期的强力一端，因政府的刻意隐身，瞬间向杰斐逊的自由放任那一端狠狠地甩了过去。紧接着，美国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最猛烈的一轮工业爆炸，技术和基础设施开始产生罕见的跨界共振。钢铁是骨架，石油是血液，铁路是动脉，电话和电力点亮了华尔街的夜晚。它们几乎在同一个历史节点同时爆发。一个农业国只用了不到50年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工业强国，但杰斐逊理想中的小农共和国并没有实现，汉密尔顿理想中的强政府也在此时消失了。政府的缺位导致市场这头野兽彻底失去了牵引绳，而当统一的市场变得无限大，企业也必须走向规模化。铁路、大工业和能源网络都不是小作坊能玩转的生意，他们需要天文数字的投资，需要股票、债券和现代股份制。于是，摩根这样的金融家登场了。他通过重组和整合，把分散的实体工业装进了一张高效的金融网络之中。华尔街证券市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现代企业制度都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资本取代了土地，成为这个超级大国的绝对主角。这是最好的时代，天花板不封顶，杂货店伙计出身的洛克菲勒可以变成石油大王，苏格兰穷小子卡内基可以成为钢铁之王，贫穷移民可以进工厂学技术、攒钱往上爬。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国富论的预言变为现实，洛克菲勒用秘密铁路回扣、低价倾销、强制收购和垂直整合，几乎把整条石油链吃干抹净。资本可以跨州流动，反垄断常年缺位，企业长成了没有约束的庞然大物。所以，财富爆炸的另一面是血汗工厂、贫民窟、童工长工时、矿难、火灾、垄断和劳资冲突。这就是马克·吐温讽刺的镀金时代，虽然表面金光闪闪，但底下满是铁锈。直到1901年，老罗斯福上台，才第一个动手去纠正这个失控的局面。他强行拆下了摩根的铁路托拉斯，又把洛克菲勒那个庞大的标准石油帝国一刀切成了34家公司。政府意识到，当年在内战后的撤退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战略失误。如果放任市场完全不管，垄断巨头最终会破坏自由竞争本身。但这些举措在当时只是修修补补，直到一场大火烧毁了那一场大萧条，彻底摧毁了所有人的梦。1911年3月25日，纽约三角那一场大火，600名工人被困火海，绝大多数是10几20岁的意大利和犹太移民女孩。老板为了防止女工偷拿廉价布料，从外面锁死了逃生通道。25分钟内，146条生命灰飞烟灭，最小的只有14岁。工厂老板被起诉，最后却被判无罪，而一个人站在街对面目睹了全过程，31岁的弗朗西斯·珀金斯。那个画面改变了他的一生。22年后，他将作为劳工部长亲手推动社会保障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但比保障率先降临的是系统性的崩溃。1929年，大萧条爆发，股市崩盘，银行成批倒闭，失业率瞬间冲到25%。总统胡佛当时坚信市场会自我调节，任由纽约中央公园变成了用纸板搭建的贫民窟。人们讽刺总统胡佛无能，把这些贫民窟叫做胡佛村。追求极致效率、毫无节制的自由放任，最终让市场这匹野马彻底失控。美国梦的 2.0 版本迎来了最惨烈的破产。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他把钟摆狠狠地从杰斐逊那一端推回了汉密尔顿这一端。美国梦 3.0 版本强行启动。1933年3月6号，罗斯福就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银行，活得了了重新开，活不了的直接关掉。4天时间，全美超过18000家商业银行停业，重新开门的大约只有11000家。弗朗西斯·珀金斯作为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列出了40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禁止童工、养老保障的清单。三角工厂那场火烧了22年，终于为普通劳动者烧出了一场安全网。新政救了社会，也拖住了经济，但没有彻底终结大萧条。1939年，距离罗斯福上台已经6年了，美国失业率仍然超过17%，直到珍珠港的炮火改变了一切。1941年，美国参战，战时生产局把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庞大的军工流水线。
福特的 Willow Run 工厂从造汽车转产 B-24轰炸机，巅峰时期每63分钟就有一架4引擎重型轰炸机从流水线上开出来，数百万女性第一次走进工厂，铆钉女工 Rosie 成一代人的符号。美国梦的 3.0 版本就在这种军工订单、工业流水线和国家超级动员里被重新锻造了出来。美国人迎来了战后黄金时代最梦幻的30年，因为他们同时拿到了4张王牌。第一张是全球最强产能，二战后欧洲是废墟，日本是焦土，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厂几乎都被炸平了，美国的制造业彻底起飞。第二张是全球的货币锚，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绑定黄金，全球货币绑定美元，美元从此变成了世界储备货币。而这给了美国一个延续至今的超级特权，他们永远能用极低的成本向全球融资。第三是全球的最大市场。1948年，美国拿出了130亿美元，提出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听起来像慈善，实际上也是给美国工业找了一个超级大客户。欧洲人拿着美国的钱买美国的钢铁、机器和粮食。第四章是国内的安全网。1950年，底特律又为美国梦 3.0 版本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和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签下了一份5年合同，财富杂志把它叫做底特律条约。工人工资每年自动上涨，物价涨了，工资跟着涨。企业的交换条件是工会5年不罢工，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正式的利润分享制度。于是4张牌疯狂咬合，运转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财富正循环。最强的工厂在海外赚取红利，丰厚的红利转化为工人上涨的工资、养老金和医保，稳定的收入又定向爆破为庞大的本土购买力，买房、买车、买家电，把内需雪球越滚越大。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则让政府能以近乎无感的代价全球举债，去维持庞大的国防基建和全球秩序。这不仅是一场经济的狂欢，更是一场制度自信的自我强化。这台轰鸣的财富机器，有源源不断的产品、高昂的福利和近乎无限的融资特权，最终铸就了美国在冷战对抗中对抗苏联阵营的终极底气。1947年，长岛的莱维敦就是这个梦最经典的样板。地产商威廉·莱维特用造汽车的方式造房子，标准化设计，流水线施工，成千上万栋相似的小房子被快速复制出来。退伍军人靠 Jail Bill 低息贷款，几乎零首付就能搬进去，月供甚至比租房还低。丈夫在工厂上班，妻子照顾家庭，周末在田园烤肉，这就是后来全世界最熟悉的美国梦经典画面。美国历史上普通劳动者最接近增长分红的年代，而这就是 MAGA 里那个 Again， 他们最想回去的一个蓝领靠一份薪水就能撑起一整个家的时代。而黄金时代最硬的科技引擎恰恰来自政府。NASA 五角大楼订单、国防预算，本质上是政府用打仗的名义搞超大规模的科技投资。互联网前身 ARPANET 是国防部出钱 ，GPS 是军方项目，半导体早期的大客户是空军、NASA 和导弹系统。所以美国嘴上讲自由市场、小政府，但黄金时代的钟摆早就死死卡到了汉密尔顿的那一端。然而，这套战后合同不可能永远持续。到了1970年代，4张王牌开始接连失灵。德国和日本从废墟里完成了重建，丰田学会了精益生产，大众重新造出了好车。当更省油、更便宜、更可靠的日本车杀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制造业成本高、效率低、产品脱离时代的毛病暴露无遗。垄断利润没了，过去养活高工资、高福利的资本变成了沉重的包袱。美国大众市场从企业的提款机变成了全球制造商的竞技场。消费者用脚投票，谁便宜谁好用就买谁。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对底特律的工厂、钢铁厂和蓝领工会来说就是灾难。产业焦虑最终演变成了底特律街头工人砸日本车的怒火。与此同时，美元的特权也玩脱了。为了支付高达8500亿美元的越战军费，以及伟大社会计划中不断膨胀的国内福利，美国疯狂印钞，世界手里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国金库里的黄金却不够兑了。紧接着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一夜翻倍，加油站门口排起几公里长队，有人为抢一箱油大打出手。而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更绝望的是，工资明明年年涨，却永远追不上物价，辛苦攒下的存款在通胀里一天天缩水。而这也是美国第一次撞见的经济学工具箱里根本没有的怪物——滞胀。经济不增长，物价却在狂飙，联邦赤字像雪球一样滚动。汉密尔顿式的强政府调控在带头狂奔了将近50年后，力矩终于耗尽。
1980年，罗纳德·里根上台，钟摆积蓄了沉重的力量，准备再次狠狠地砸向另一端。1981年8月3日，全美13000名航空管制员走向街头，要求加薪、缩短工时。里根给了他们48小时最后通牒。But I must tell those who fail to report for duty this morning, they are in violation of the law, and if they do not report for work within 48 hours, they have forfeited their jobs and will be terminated. 48小时后，11345人被全部开除，而且终身禁止被重新雇佣。里根以前是好莱坞演员工会的主席，他当过工会领袖，但他对着全美企业发出了一个信号：钟摆回来了。政府不再站在工人那边，市场说了算。里根开除的不只是11000个管制员，更是美国梦 3.0 里企业必须跟工人分钱这个核心条款。此后20年，工会会员占比从超过20%跌到不足12%。同一年，另一个关键人物走马上任，他叫杰克·韦尔奇。 My name is Jack Welch， 通用电气的 CEO， 他干了3件事，改变了美国企业的底层逻辑。第一件，5年裁掉通用电气1/4的员工，超过10万人。他因此得了个外号，叫中子弹杰克。中子弹是一种特殊的核武器，只杀伤生命，不摧毁建筑，意思是公司的人蒸发了，但公司的楼还在。第二件是不再把利润拿去建新工厂、雇新工人，而是回购自家股票，推高股价。第三件是能外包的全外包，能搬到海外的全搬走。通用电气的市值从140亿涨到了4100亿。财富杂志评价他为世界经理人，但 CEO 和普通工人的收入比从1965年的20比1飙到了2000年的376比1。过去的企业像一个共同体，老板、工人、工厂、社区被绑在一起。底特律条约的逻辑是，企业赚了钱，工人也涨薪，但韦尔奇重写了规矩，企业赚了钱，股东涨薪， CEO 暴涨薪。工人不好意思，已经变成了成本。但这绝对不是里根和韦尔奇2个人的选择，真正把这套新合同焊死的是2股结构性力量。第一股是科技革命，它改变了财富的生产方式。制造业时代，造辆车要养活钢铁厂、零部件、流水线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利润会顺着这条链子层层渗透下去。但软件不一样，微软写一份 Windows 可以零成本复制1亿份，卖向全世界。财富的生产从很多人一起造，变成了极少数人撬动全球。科技巨头的市值能轻松超过整个传统制造业，雇的人却只是零头。生产率爆炸了，但收益不再流向普通人。这里有一个最扎心的数字，从1973年到2014年，美国生产率暴涨了72%，而同期普通人的工资只涨了8.7%。蛋糕越做越大，分到普通人手里的那块40年几乎没有动。那第二股是金融化，它改变了钱最后流去哪儿。里根松开金融管制的那一刻，华尔街就送给实体经济打下手的中介变成了自己最赚钱的行业。企业赚了钱不再拿去建厂雇人，而是回购股票，推高股价。因为 CEO 的薪酬就跟股价挂钩，钱在金融系统里空转，越来越少流到劳动者手里。于是美国梦从工资梦变成了资产梦，有房有股票有学历的人吃到了资产升值的红利。但你要是只有一份制造业工资，那就对不起了，工厂可能搬走，工会可能没了，养老金也可能从旱涝保收变成了自己扛风险的401k。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模式赢了。弗朗西斯·福山写出了历史的终结。他说，自由市场加民主制度就是人类的终极答案。这种胜利的自信，让所有对赢家通吃的质疑都被当作噪音。所以，美国命运的钟摆看似是被某1-2个人拨弄，但背后的力量却来自整个时代的共振。而当这股力量压下来的时候，普通人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供应链的决策就能让一个美国小城突然失去意义，一个华尔街周期就能决定千万人的住房和退休金的命运，一个英伟达、微软、苹果就能撬动全球的资本市场。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77年9月19日，俄亥俄州杨斯顿的黑色星期一，杨斯顿钢管公司宣布关闭坎贝尔工厂，5000人1天之内失业。接下来的几年，钢铁厂一家接一家关门，将近5万个制造业岗位消失。一个在钢铁厂干了30年的工人，他父亲在同一家工厂干了一辈子，靠这份工作买了房，养了3个孩子，供他们上了大学。他自己在同一条流水线干了30年，然后工厂关了。50多岁，唯一的技能是炼钢。新工作呢，超市收银员。
时薪是原来的1/3，同一条流水线，2代人2个结局。时间再来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了，政府拿7000亿纳税人的钱去救华尔街，理由是大而不倒。AIG 拿了1820亿美元的救助金，转手就给高管发了1.65亿美元的奖金。没有一个华尔街高管坐牢，那普通人呢？将近1000万个家庭失去了房子，中产阶级的净资产3年内蒸发了将近40%，企业赌输了，政府用普通人的税去救企业，企业活了，普通人的房子却没了。最后，时间再回到我们的2026年，造富飞轮从来没有转得这么快过。全球市值前10的公司有8家是美国的，但分配齿轮也从来没有这么慢过。最顶尖1%的人持有超过30%的全社会财富，而底层的50%只拥有2.5%。一个国家2本账，宏观账本上美国依然强得离谱，但普通人的账本上，房价、医疗、教育、退休，每一项都在疯狂抬高人生的门槛。所以今天 MAGA 口号里的那个 again 到底指向什么？它指的根本不是回到某一个特定的年份，它指向的就是莱维顿的小房子、底特律的工资条，是一个蓝领靠一份薪水就能体面养活一家人的时代。问题是，没有一个总统能把时钟拨回去。这就是里根之后美国梦 4.0 的终极悖论。绝对的自由释放了惊人的创造力，但也释放了惊人的不平等。250年兜了一圈，属于美国命运的钟摆仍在震荡。市场太自由，资本就会赢家通吃，普通人就会被甩出列车。政府管太多，效率就会下降，创新会变慢，大家一起停滞。唯一不变的是自由与公平之间永恒的博弈。过去流水线需要工人，资本和劳动者还能被迫绑定，但今天当 OpenAI 和英伟达们正在用 AI 创造一个甚至不需要普通人参与的超级财富飞轮时，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美国还能不能 Great Again， 而是当系统依然能制造全世界最伟大的公司时，它还能不能让普通人相信这个 Great 也有我的一份。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来也想问问屏幕前的你，抛开美国的国运不谈，只问当下的 AI 时代，你认为这一次人类的钟摆应该摆向哪边？是 A 自由，少一点管制，让 AI 公司继续狂奔，先把蛋糕做大，还是 B 公平，多一点约束，限制巨头垄断，保护普通人的工作和生存权？请把你的选择或者其他真知灼见发在弹幕和评论区吧。大家好，我是小李。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国家账本系列，请给我点赞、评论、收藏。还想看什么国家，请在评论区留言点菜。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